来关注俄乌。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271人受伤。俄方对此称，俄军袭击的目标是一处乌方军事训练中心。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前情况非常脆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前情况非常脆弱。I think the situation I have very often characterized it as very fragile. With certain for some days we have some stability, and then the next day there is an event, an issue, a drone impact, or like today we had one of the two existing power lines down,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tion is again on the verge of being on a blackout. 格罗西警告说，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失去外部供电，那么核电站反应堆将无法冷却，从而导致一场核灾难。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扩大对乌克兰核安全保障的援助，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保护乌境内重要能源基础设施。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该核电站拥有6个核反应堆。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乌方和俄方先后宣布，俄罗斯军队接管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今年4月份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6台机组均处于冷停堆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据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最新发布的能源市场研究显示，2024年第2季度，俄罗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2大天然气供应国，为近2年来的首次。据了解，今年4月至6月，俄罗斯向欧盟买家供应了超过12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美国则向欧盟买家运送了约123亿立方米。相较今年第1季度，俄罗斯天然气交付量略有下降，美国则大幅下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今年早些时候，欧盟发起第14轮对俄制裁，并首次将俄天然气行业纳入制裁之列。不过，欧盟国家对俄天然气的进口却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欧盟从俄进口的天然气超过2023年1月至6月。目前，欧盟国家对俄天然气的进口已达到其进口总量的15%。进入9月。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年度秋季发布会临近，相较往年，今年苹果新机型的印度制造含量上升，引发业界关注。有消息披露，印度工厂不仅将承接一部分新机型的组装工序，还将首次加入高端系列的生产线。美国时间9月9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将举行年度秋季发布会。按照惯例，新款 iPhone 将揭晓。有报道称，今年苹果公司将首次在印度生产新款 iPhone 的高端机型 Pro 和 Pro Max。此前这一系列主要在中国生产。目前，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已开始生产高端机型，这意味着印度产的 Pro 机型或能赶上今年全球首发。在此之前，印度本地生产的苹果产品大多数是旧型号。据统计，2023年印度工厂共组装了约3000万部 iPhone， 今年上半年产能已提升至1800万部。这些设备除了供应印度本土市场外，还会出口到美国等海外市场。据印度简报报道，目前苹果及其在印度的供应商已为当地创造了超16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且随着产能提高，这一数字将不断增加。不过，尽管印度媒体直呼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不少分析认为，印度制造要彻底融入全球供应链仍有不小的难度。以苹果手机为例，印度供应链的 iPhone 15代工数量占比虽然仅占1成，但由于代工良率及卫生管理问题，直接导致产品销售不佳。此外，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还被曝光存在多种瑕疵，如主板上有明显指纹印记，摄像头内部存在灰尘等。有分析师就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印度供应链的增长或仍将局限于最终产品的组装，更有价值的电子和机械组件生产仍会集中在中国。事实上，苹果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的今日动向已说明问题。7月，富士康宣布在河南郑州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事业总部大厦，并开始在郑州工厂大规模招聘新员工，以应对苹果新机型的生产需求。有供应链相关人士透露，这显示出在新品发布期间，苹果公司仍倾向于优先考虑供应链的稳定性。目前，大多数的 Pro 系列的 iPhone 订单依然分配在中国生产。
此外，苹果公司4月更新的供应商名单显示，在上一财年中新增了8家供应商，同时剔除了4家。这是自2021年以来，苹果在中国的新增供应商数量首次超过剔除的数量。报道称，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苹果对全球供应链策略的微调，也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不管是人力，不管是这个财力，不管是科技，不管是交通建设等等，它其实都已经做的可以讲说是几乎到了这个尽善尽美的这种地步。像苹果的这种转移到印度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跟中国脱钩，我想在未来可能就是走向所谓2元化的这种这个供应链的这种趋势。但是这种2元化并不是完全互相封闭的。就美国来讲，它要求要以美国的友善外包为主的供应链，可是这种的供应链基本上各个国家也未必完全会听信。